真实的中国历史16，夏桀加征赋税振兴交通，诸侯编造故事污蔑天子。却说天子夏桀讨伐蒙山国，要求天下诸侯带兵参战，商汤不愿意做这种没什么好处的事情，因此只派了夏大夫荀范带了一点兵马去应付一下，但是又怕得罪朝廷，于是再次派人向太师赵良行贿。赵良找准时机为商汤说话，说商汤一向忠心，这次生病了，确实无法带兵参战，天子夏桀没有怪罪，免了商汤带兵出征的义务。夏朝大军一路向东，直奔蒙山国而去。天子中军2师居中，前后左右4师护卫。接近蒙山国后，先派出朝廷使者向蒙山国问罪，要求蒙山国立即投降认罪。使者于心奉命前去，不料蒙山国诸侯不愿认罪，又觉得夏朝大军千里迢迢来袭，自然辎重粮草难以供应，只要自己坚守不出，说不定可以击败朝廷大军，就算无法战胜，也可以靠着粮草和朝廷大军耗下去，因此拒绝投降，命令左右把朝廷使者于心扣押，派遣大将吞婴、昌永2人领兵车数百乘出城迎战。话说任何一个国家有主战派，就一定有主和派。蒙山国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名叫雍和，因为和蒙山国国君政见不合，再加上有利益冲突，被蒙山国国君以年老的名义逼出了政坛，让其回家养老去了。这次朝廷大军来伐，雍和又立即跑来劝蒙山国国君师独向朝廷投降，不可和朝廷天兵对抗。眼见蒙山国上下一心打算对抗到底，又新出一计说道，就算大王要和朝廷对抗，也应当两手准备，一面派兵迎战，一面派个能言善道的大臣陪着朝廷派来的使者。一方面可以防止朝廷使者拉拢城中2心之人给朝廷大军做内应，二来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将来要是战败了，还可以让朝廷使者帮我们在天子面前说话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蒙山国国君觉得说的有道理，于是派遣内臣葛天生陪朝廷使者于心居住，把朝廷使团一众人员全部招待起来，除了不能离开，美酒美食歌舞声乐应有尽有。朝廷使者于心眼见被招待在驿馆内，无法自由出入，只好把主意打在了负责招待自己的蒙山国内臣葛天生身上，把随身携带的珍宝钱币以及锦帛大把的送给葛天生及其下属。双方打得火热，心里都非常明白，只等两边交战之后分了胜负，就得做决断了。城中众人心中百般计较，城外蒙山国大将吞婴、昌永各领300乘兵车出西门接战。朝廷前后左右4军乃是各地诸侯的兵马，为天子征战只是义务，没有什么好处，因此战斗意愿较差。吞婴、昌永自然明白柿子捡软的捏，二人率领兵马奋勇朝前军杀去。前军的诸侯兵马稍稍接战，方才伤了几个人，就开始溃退。吞婴大喜，挥动战车随后掩杀，不料夏桀神勇手持长戟，率领天子亲军从中军杀了出来，只手一挥就把吞婴戳了个穿心透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昌永看见吞婴死了，当即慌了神，幸好离城门较近，连忙丢盔弃甲，连滚带爬跑回城去。败军入城，蒙山国国君师独当即吓得呆住了，连忙命令4门坚守，又催人去请主和派雍和等人来议事。雍和满脸神气，抚着胡须缓缓地说道，朝廷天兵谁人能挡？就算坚守城池，也只能拖延时间罢了，所谓久守必失。更何况今日一败，城中必然有2心者为了荣华富贵，想要夺了城门献给朝廷博个风气印子。家贼难防，就算日夜防守，也必然守不住了。听得雍和如此说法，其他主和派官员当即附和，纷纷表示唯有投降一条出路，再敢顽抗死路一条。蒙山国国君此刻也没了国君的体面，浑身战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雍和人老成精，自然知道国君心里想什么，轻抚胡须一把说道，老臣有一计，可保投降之后国君不受半点罪责，说不定还能受到天子优待。说到此微微一顿，闭口不言。蒙山国国君连忙上前催促，封官许愿，又大骂朝中小人害得自己和忠臣远离，方才有了今日之祸。今后自然以雍和为国师，大小事务都要向国师请教。得了国君的封官许愿，雍和这才说道，大王有一女，名叫妹喜，长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现在大王以投降赔罪的名义把妹喜献给天子，天子见了妹喜必然宠幸，到时候不仅可以免了反叛的罪责，大王还可以做天子的岳父，
受到朝廷的优待，岂不是万全之策？若是顽抗下去，国破家亡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还请大王明鉴。蒙山国国君听了雍和等人的和亲计，连忙派内臣询问夫人和女儿妹喜。夫人也知道事情轻重，好言劝导妹喜说：“你是诸侯的嫡女，嫁给天子是去做正妃，不是普通嫔妃。何况今日战败，没人在天子身边为我蒙山国说话，只怕生死族灭就在弹指之间。”妹喜听见母亲如此说，跪下来哭着说：“我是父母所生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就算去死我也甘愿。”夫人抱起妹喜，母女相拥而泣。夫人命令内臣回报蒙山国国君，说妹喜愿意为了蒙山国嫁给天子和亲，只求天子免了蒙山国的罪责。蒙山国国君师独当即派人请朝廷使者于心。于心到后，蒙山国国君师独率领众臣行大礼谢罪，表示愿意投降，但希望把女儿妹喜嫁给天子，希望于心帮忙促成此事。于心作为文官，一旦城池攻破，只怕没有半分功劳，但若是说服蒙山国投降，并且还献上美女，只怕是立功不小。再加上蒙山国上下早就给于心以及使团塞了数不尽的珍宝，拿了别人钱财必须给人办事，不然迟早都得遭殃。于是于心一口答应下来，全力谋划起来。一番商议后，于心带着蒙山国国君以及主和派大臣们摆好车马仪位，手捧白璧之玺以及金璧锦帛，并带着牛羊酒肉等犒赏王师之物，开门出城，直向朝廷中军大帐而去。天子夏桀早就收到消息，坐在大帐等待。于心见了天子摆动3寸不烂之舌，说了许多纳降的好处。夏桀听了，心中忖度，也还是那降要妥当些。然后天子又接见了蒙山国主和蒙山国大夫雍和，雍和言辞婉转，百般奉承，听得天子十分受用，当场给雍和赏赐了不少朝廷特有的贵族锦帛。第二天，朝廷使者于心和天子内臣带着珠冠、宝佩、金花、文锦、璧帛、牛羊、酒果等礼物进城筹备迎娶妹喜。本来天子娶亲，诸侯嫁女礼节繁杂，没有数年都难得齐备。但是朝廷大军驻扎在蒙山国城外，将士们听说蒙山国投降了，没有仗打了，心里都是一阵不悦，大家辗转千里来战，都希望可以破城之后洗劫一番。这一投降发财的计划就落空了，只好在蒙山国乡村里略微搜刮一二，尤其是各路诸侯的兵马，本来就没有什么粮饷，被诸侯强令召集起来参战，待遇比起天子亲军要差得多。这下大家看到进城无望，都发疯一般跑到乡下去搜刮，整个蒙山城外当即遭遇兵灾，不知道吊死多少不肯受辱的，又残杀了多少倔强不服的，只见尸横遍野，白骨皑皑。地方官员纷纷禀报蒙山国国君，国君和众臣商议，不如早点把妹喜嫁了，退了朝廷大军，不然蒙山国只怕没有亡国，也和亡国差不多了。事急从权，众人一番商议后禀告天子说，从蒙山国到夏都路途遥远，蒙山国国君夫妇愿意亲自送女儿去夏都成亲，路上也刚好办理纳吉彩民等婚姻各项事务，天子夏桀自然允许。于是夏桀犒赏大军之后，命令诸侯大军约束纪律各自返回，天子亲军护卫左右，班师回朝。蒙山国国君留下大臣守国，自己和亲信大臣随着朝廷大军一路前往夏都。到了夏都，婚姻各项程序走完，待到天子和女儿完婚后，洒泪挥别，自回蒙山国去了，不必再说。却说此番出征，夏朝暴露出很多问题。首先是立国已久，交通残破，就好像当时的美国一样，交通设施很久没有维护，导致粮草运输困难。幸好蒙山国败了一场就投降了，若是蒙山国坚守不出，只怕朝廷大军粮草供应就要出问题。其次是诸侯为王出征，没有一个尽心尽力的，派来的士兵都是老弱病残，非但派不上用场，还容易坏事。要不是天子英勇，亲率中军击败蒙山国，只怕夏朝大军溃败之下，国运当即断绝也是有可能的。因此天子夏桀回到都城之后，就和亲信官员连番商议，最后决定先振兴交通，兴修运河和公路，尤其是夏都到各大诸侯国都的主要干道和运河，必须要保障能够在战时不影响作战，平时不影响商贸。等到交通修葺好之后，就可以加强对诸侯的管制，再有出工不出力，应付差事懒政惰政的诸侯，就可以随时将其处置，而不用因为路途遥远只能放任其逍遥自在。
但是振兴交通需要的钱粮必然是天文数字，钱从哪里来？地方诸侯每年给中央上交多少钱粮，这是有定数的，但是仅靠这些长项收入根本不可能支撑振兴交通的重大工程，怎么办？最后朝廷众人一番商议后，决定向诸侯加征税赋，用来兴修交通工程。但是兴修交通本来就是为了防范和控制诸侯，却偏偏要让地方诸侯出钱。此项政策一出，各地诸侯就像被捅了马蜂窝，个个跳脚大骂。但是中央凭借刚刚征服蒙山国的军事威望，倒是也没有诸侯敢强硬反对，虽然不愿意，都也没有人出头抗缴税赋。于是国都附近的工程便开始修建，首先是国都附近的运河以及国都交通干道的隧道工程。地方诸侯明知道兴修交通是中央要控制自己，偏偏自己还要出钱出力，心中悲愤苦闷，真是难以诉说。于是很多诸侯便开始给夏朝天子编造小故事来恶心天子。首先便编造说朝廷征伐蒙山国不是因为蒙山国反叛，而是天子好色，为了自己一己私欲，想要强取妹喜，于是无故发兵攻打蒙山国。故事在掌握文字和书写的贵族之间传播，传到蒙山国国君耳朵里，蒙山国国君自己都差点信了。然后又编造说修建运河和交通干道是因为天子宠幸妹喜，为了和妹喜游玩嬉戏，不顾天下百姓的死活，强行修建无用的享乐工程等等。却说商侯当初聘请伊尹的时候说过要推荐伊尹到夏都朝廷做官，本来只是诈言罢了，但是贵族诸侯岂能言而无信？反正朝廷大概率也不会用诸侯推荐的人才，何不顺水推舟，让伊尹去夏都逛一圈算了。商国本来每年都要派遣使者朝见天子，于是天子征战回都以后，便派遣上大夫寿长和伊尹一起前去夏都恭贺。伊尹早就看出天下诸侯对中央朝廷不满，待到来到夏都以后，看到遮山蔽日的工程，心中略微估算，便知道需要天文数字一样的钱粮才行，心中不免对朝廷抱有的希望不大了。再加上拜见天子的时候，也没见到天子对自己重视，只把自己当成诸侯的一个大夫看待，因此也绝了在夏都谋官的心思，仍旧和上大夫寿长一起回归商国。二人路上行走多日，到达商国，商汤早就在郊外迎接了。商汤一脸震惊，明知故问说道：“先生奈何不在夏都为官，何以返回商国？”伊尹早就想好了说辞，把朝廷交通工程说得一无是处，又把从夏都听来的污蔑天子的小故事讲给商侯听。商侯听完一脸悲痛，大声伤心地说：“人民是无辜的呀，为了修建工程死了这么多人，呜呼哀哉等等。”伊尹又说：“工程越修越难，只怕后面迟早要出事。不过这次和朝中大臣费昌搭上了关系，日后朝廷有什么事情都能方便知道了。”伊尹又问商侯：“可有天下贤才来投奔商国？”商侯说：“没有。”伊尹掐指计算一番说：“马上就有贤才来投了。您继位已经3个月了，天下的贤才岂能没人知道您的贤名？”果然没多久，就有一个贤才来投商侯，此人名叫来朱。来朱本姓西，来朱的祖先是夏王的驾驶员，被分封在薛国。后来薛国被史卫氏吞并，薛国灭亡后，来朱的父亲逃亡到莱夷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莱州市。为了避免亡国的麻烦，所以改姓为来，生了儿子，起名叫做来朱，字仲辉。来朱父子虽然亡国改姓，但是念念不忘重新复国成为贵族，因此来朱从小就和父亲以及族里的先生学习贵族的治国知识。但是亡国之人纵然有千般治国的本事，奈何没有治国的舞台。直到听说商侯三聘伊尹的事情，心中猜想商侯如此重视人才，自己一身学问必然会受到重视，投奔商侯或许可以复国，重新成为贵族。来朱进入商国境内，商侯便知道了。商侯和伊尹乘车迎接于东门之外，三人一番探讨，便知道了彼此的学问和理想。商侯把来朱安排住在伊尹的附近，又派人去山东莱州接来了来朱的父母和妻儿，从此以伊尹为师，以来朱为父，一心一意治理商国。过了半年，又来了一个贤才叫做庆父，又过了1年，又来了一个贤才叫做黄离且。究竟夏桀兴修交通能否成功？商侯招揽人才密谋反叛，有没有被朝廷发现？请看下回分解。